绝区林太服都有哪些强力配对？哪个更适合平民玩家呢？本期视频为大家带来的是绝区林太服5大阵容的详细配对攻略以及强度排行，让你不管太服抽到什么角色都有队伍可以玩。那我们把想要角色部位玩到端服带动名上。从29号起到东侧，每天都会更新一期攻略视频，一周带零基础从猛星到大佬完全上手绝区林。视频工程量极大，4、5加耗时1个多月，角色养成全部拉满，副本声源全部打通，精心研究得来的。如果帮助，请一定3连关注支持一下，非常感谢。大伙记得3连关注后去动态置顶抽取10的68，期待绝区林的小伙伴快点了3连一起冲热门吧。目前最强势的配对无疑就是以太服 UP 角色艾莲为核心的兵队。兵队目前存在着2大优势：一，绝区林太服阶段存在着大量兵弱点的乙骸敌人，尤其是前期出现次数最多的劳模 BOSS 死路屠夫更是挚爱兵弱。而冰烫怪虽然也有，但普遍都是最菜的人形怪，所以从环境上来看，冰属性的角色天生就要高人一等。二，兵队的核心辅助苍角，在我们20级通关完4鱼防卫战第3防线后，直接点击入送。而苍角作为除女仆长外唯一的增伤型支援角色，不仅可以通过自身的斩旗机制为队友提供大量的冬季和冰伤加成，还能无条件触发艾莲的受击资源，大幅缩短艾莲风暴潮的软击时间。一般情况下，把艾莲、苍角组在一起凑双兵斗鸣，同时激活他们的额外能力，再搭配任意的击破角色，就算得上是完整的兵队了。如果追求高配，那目前上限最高的兵队自然就是同时携带莱塔恩的纯兵队。然而莱塔恩作为目前东击频率最高的击破角色，拥有极为优秀的东间数字，他的短翼长翼都没有前摇僵直，且自带超长的无敌帧，手感好，输入频繁，能快速打满敌方失衡，确保艾莲上场后能吃满全额的失衡1伤，只能说用多后就再也回不去了。当然在需要清杂的场合，朗德的对群能力确实是比较一般的，这时我们也可以考虑让艾莲保持战场输出，所以打算太服抽艾莲的小伙伴请在弹幕里投波1吧。而对于那些抽到朗德却不打算入手艾莲的神将，就不建议继续把他跟苍角凑一起了，这里更推荐把朗德的天赋带到物理体系，和咱们的小女仆特林组队。那么我们现在就要了解一下绝区林里唯一没有弱点特质和烫性减免的特殊体系物理队。物理队的核心是常驻 S 级输出猫东佑奈以及御三家的比利。由于物理队暂时还没有支援角色，所以我们以猫佑和比利为基础，再搭配一位击破手一位负吸级的成型，自带后台能量恢复，还拥有雾烫降低减1的特林，自然就是这个数千负吸的博尔之选。这套阵容中，安比或朗德负责战场击野敌方失衡值，一套技能触发连携就能帮助主席进场快速打出一波小爆发。相比兵队，物理队的优势在于全游第1档的清杂效率。目前这2道物理主席，无论是猫鼬还是比利，都是清杂方面的一把好手，但缺点就在于持续性的战场 DPS 偏低，后期的东间能力相对比较弱，必须要通过电锯妹特林的强化特殊技来提供暴力的对战输出，并通过高段数的切割伤害快速积累物理属性异常强击，才能弥补和其他队伍间的对战差距。同时，无论是在安比还是朗德，这支配对中的3个角色都能吃满属性和阵营加成，所以物理队也是太服阶段成型门槛最低的配对。目前的火队在单 S 和双 S 的体验上可以说是差距巨大，这主要体现在11号和特雷达组队时，特雷达能通过大量的无敌帧无脑打出失衡状态，此时切出11号不仅能吃到额外的失衡增伤，还能游刃有余的断满全部伤害，整个过程丝滑流畅，一气呵成。而当你只有11号的时候，虽然玩是能玩，但会发现用它战场输出会非常费手，并且11号是目前为数不多的单阵营角色，要解锁它的额外能力，队伍中至少得有一个熊德或锤妹。熊德倒还好，毕竟它作为免费 A 塔能偷偷完成主线获取，而没有锤妹的情况下，你的击破角色就必然会吃不到额外能力的加成，属性大折透。至于没有11号的情况，不是主席都没了，那咱也就别想着主杀火队了吧。不过火队虽然造价不菲，但当你凑齐了太服这3位火属性角色后，就会发现他们的强度绝对不会让你失望，尤其是锤妹和熊德还自带连携，当他俩同时出战时，就会触发特定的协同攻击，获得熔炉升温效果，并进一步提升招式威力。就算是 BOSS 吃满这套组合锤也得接近破防。虽然火属性会被机械外抵抗，但凭借11号全游最高倍率的技能伤害，一属性杀敌绝对不在话下。而且 1.1 版本还会推出塔吕东之子阵营的火系辅助露西，届时火队还将获得进一步的增强，所以大家想抽露西吗？至于以太队在太服期间就没有那么受欢迎了，首先是太服阶段唯一一位以太主席，需要等到下半的朱渊塔池才能抽取，即使你抽到了朱渊，但因为他缺乏同阵营角色，目前也只有御三家的妮可能给他当以太队友，触发他的额外能力，那么击破位也就只能带和妮可同阵营的安比了。这一套配对里，端御三家就占2的，虽然妮可和安比并不弱，但这支配对的上限肯定是被锁死的。另一方面，绝区林前期的2个主要 BOSS 都没有以太弱点，甚至许多基因段还有以太烫性，这也让以太队在开荒阶段对比其他体系没有任何优势。同时，以太队的核心朱渊还是一个比较吃天赋，也就是命座的角色。如果你的朱渊
然没有1密的额外装弹量，但使用起来也可能会比较塔手。总的来说，以太队属于的比较未来可期的配对体系，急需后续的战端阵营或以太角色进行售后。所以大家觉得朱渊的售后会是谁呢？电队则是绝区林中唯一一个不当需击破类角色的配对，这是因为目前的电系核心角色德利斯比起4人后的智商爆发，更善于通过积攒属性异常来打出大额的异常伤害，也就是所谓的异常吸。放在原神和本铁的语境下，可以简单理解为精通吸和击破吸。异常吸的优势在于不吃4人状态，只需要通过一闪 A 的循环快速触发胆电，就能打出不俗的输出，配合德利斯本身手长的优势，残骸输出可以说非常稳定。此外，绝区林太服几乎没有电烫段。后期机械段和 BOSS 又都自来落点，这也让电队在开荒阶段非常吃香。不过电队缺点也和火队一样，那就是造价高昂，刀配同样需要2的 S 级大姐姐才算成型。考虑到唯一的4星击破安比和德利斯是同属性角色，会强调德利斯的胆天异常伤害，所以想要成型顶配电队，甚至需要3S 才能满足。低配的电队则是以直伤吸安登为核心，搭配安比加任意电系 S 级，凑齐额外能力即可。此时队伍的输出思路将由德利斯战场打异常转变为德利斯、安比轮流继续打电异常，为安东创造更多的输出机会。总结一下，目前绝区林的几大配对中，兵队凭借着强度较高、环境适合，获取稳定3大优势，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太服第一体系。紧跟其后的则是同样强度、环境2开花的电队和伤害上限极高的火队。物理队虽然后期比较乏力，但好在入手容易，下限较高，相比电队、火队更容易成型，适合给不打算抽艾莲的小伙伴拿来斩抽过渡。至于以太队，不仅需要等到版本下半，还被环境这种限制，主打一手未来可期。除了特老和朱渊 XP 档外，不建议大家将其列入开荒的首选队伍。所以你最喜欢哪个配对呢？为什么？大家还有疑问的话，欢迎在弹幕评论提问。下期视频我将为大家带来的是太服后0号通洞、4域防卫战、周本、拉力委托等副本的详细打法攻略。记得动态置顶可以抽68。感谢大家的3年关注支持，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希望大家能点着3年一起冲上热门，拜托了，这是我一生的请求。